郭嘉和诸葛亮谁才是三国第一谋士？所谓郭嘉不死，卧龙不出的说法，是否有真的历史依据？曹操为什么如此推崇和器重郭嘉，甚至在郭嘉死后还多次痛哭流涕？真的仅仅是因为他智谋过人吗？老曾告诉你，背后还藏着曹操可怕的权谋手段和帝王心术。世人都把郭嘉当成出色的谋士，但老曾分析，郭嘉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特工，专门刺探各种情报，安插各种奸细，你信吗？一次性都给你讲清楚。大家好，我是曾子航，本期曾子航人物志将为你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郭嘉，还原这个被神化了千年的三国谋士的真实面目，争议人物重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错过每一个精彩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解密真相。郭嘉字奉孝颍川人。根据这个《三国志·郭嘉传》的介绍郭嘉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远见，他预料汉末会天下大乱，于是在20岁就开始隐居了。但这并不代表郭嘉愿意做那种不问世事只在家打游戏的深度宅男，相反，他暗中结交英雄豪杰，默默地观察天下大势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方诸侯袁绍正在四处招兵买马，郭嘉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主动前去应聘。袁绍对这个年轻人呢也还算客气，谁知道没几天功夫，郭嘉就决定辞职离开袁绍。那郭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郭嘉给出的理由是袁绍谓之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是说袁绍这个人不会用人，属于既要又要还要那种，而且性格优柔寡断，缺乏霸主之气要知道此时的袁绍无论是气势还是地盘那都处于鼎盛时期，就像当年许家印主导下的恒大可以说是气吞万里如虎可郭嘉偏偏瞧不上这个老板，还认为他难定霸主之业。从后来官渡之战后，袁绍一蹶不振，从此沦为曹操砧板上的肉。你可以说郭嘉这小伙子确实有先见之明，就像恒大当年风光的时候，有几个人会看出恒大后来会垮掉一样。此处爷不留，自有留爷处。不久郭嘉就得遇明主，这个明主就是曹操。那么曹操和郭嘉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当时曹操十分仰仗的一个谋士戏志才去世了，曹操是非常伤心，就给自己最信任的谋士荀彧写信，让他给举荐一位能够接替戏志才的谋士。机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郭嘉的身边荀彧向曹操推荐了郭嘉之后，曹操召见了郭嘉，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一见钟情三国志郭嘉传用2句话记录了两个人初次见面的激动心情。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一喜曰：真无主也曹操的意思是说，这个年轻人可以帮我成就大业。郭嘉呢也喜不自胜这才是我的真命天子两个人之间初次相见那种惺惺相惜，互为知己像极了当初的刘邦和张良，后来的刘备与诸葛亮。从此郭嘉便成为了曹操的军师祭酒这个职位相当于军事参谋，他为曹操殚精竭虑，出谋划策，为曹操统一北方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众所周知曹操这个人一向是求贤若渴，重视人才，他帐下人才数量之多，堪比是过江之鲫。那么年纪轻轻之前名气又不是很大的这郭嘉，凭什么脱颖而出，成为曹操最为倚重的谋士呢？网上有些讨厌郭嘉的人就说了郭嘉这个人有一项绝活，那就是会拍领导的马屁，尤其是那篇著名的时胜时败的言论，被一些郭嘉的黑粉戏称为洋洋洒洒却不着四六，只是分析了袁绍和曹操之间在性格、人品和待人接物几个方面的优劣势，不涉及兵法和谋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建议和举措，最后给曹操得出了公有时胜，少有时败的结论，堪称将对领导的马屁拍成了战略高度。这也是曹操之所以打仗都离不开郭嘉的根本原因，一个时刻给你戴高帽和打鸡血，随时竖起大拇指说老板你就是比任何人强的下属，搁谁
手下不青云直上啊。郭嘉真的是一个马屁精吗？其实这是对郭嘉的一个严重误读。首先，我们不否认这篇著名的十胜十败的言论确实有拍曹操马屁的嫌疑，连曹操当时听完郭嘉一番鸿篇大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了一句孤何得以堪之啊。但在职场上，下属适当的拍下领导的马屁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作为一名谋士，除了出谋划策，加强老板和团队的心理建设，那也是义不容辞的。当时曹操刚被张绣打败，袁绍见缝插针，立即写信羞辱曹操，导致曹操对未来是有点迷茫。正在此时，郭嘉提出了十胜十败论，不仅大大振奋了士气，更是重燃了曹操对抗袁绍的决心呐。而且仔细读那篇十胜十败的言论，你会发现郭嘉对曹操与袁绍两位霸主的性格差距、格局大小和人心向背的分析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并非故意的夸大其词、拜高踩低。那是因为不久之后的那场袁曹对决，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袁绍是一败涂地啊，完全印证了郭嘉之前的种种预判都是有理有据，而非空穴来风。如果说这也算马屁文章，那也是一绝啊。当然，郭嘉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对曹操每一个对手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成了曹操获胜的关键。郭嘉有这么厉害吗？请看下一回。攻打吕布时，曹军是久攻不下，士卒疲惫，所有人都提议撤军休整，只有郭嘉力排众议，看穿吕布有勇无谋、军心涣散的弱点，献策急攻，最终一鼓作气生擒吕布，平定徐州啊！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这时候江东的孙策也想来分一杯羹，准备偷袭曹操的许都。曹操此时与袁绍周旋，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调回许都支援，而许都一旦失守，后果将十分严重。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郭嘉却劝曹操不用太过担心，说孙策这个人啊，属于是匹夫之勇啊，仗着自己武功高，总是独来独往。那会儿孙策开辟江东战场，又得罪了不少的门阀士族，搞不好会被刺客暗杀。果不其然，孙策还没来得及渡江，就被刺客刺杀了。曹操是十分震惊，认为郭嘉简直是料事如神啊。最能体现郭嘉鬼才本色的是千里征乌桓。袁绍病逝后，袁绍的小儿子袁尚躲到了乌桓。如果北征，路途遥远，粮草匮乏，环境险恶，当时群臣全都反对出征，生怕刘备、刘表趁机偷袭后方。唯有郭嘉笃定献策，预判刘表优柔寡断，不敢放权刘备，力劝曹操轻兵奇袭。最终曹军千里奔袭，大败乌桓，彻底肃清北方边境隐患，让曹操是真正的统一了整个的北方啊。纵观郭嘉的所有谋略，无疑败绩是招招致命，简直可以说是神机妙算，算无一策。这也是千百年来郭嘉的粉丝无数，甚至有人刻意拿他跟诸葛亮进行比较，谁才是三国时代第一谋士。就像足球界总是争论贝利和马拉多纳谁是真正的球王一样，为什么郭嘉的计谋都招招致命？难道他是神仙变的啊？怎么可能？仔细读史书，你会发现郭嘉料事如神的背后应该藏着三个不为人知的因素。哪三个因素呢？请看下一回。一是对人性的精准分析，无论是犹豫寡断的袁绍，还是有勇无谋的吕布，轻挑妙进的孙策，才小量狭的刘表，这位天才对每一个对手的弱点都了然于胸，而且抓住要害。翻看郭嘉一生的战绩，每一次献策都是直击对手软肋的神来之笔。郭嘉的厉害之处是擅长读懂人心，洞悉人性，放在现在绝对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大师。这么看来，郭嘉的料事如神，不如说是料人如神啊。第二，敢于赌，敢出险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但人性既是复杂又是多变的。郭嘉一眼看穿了对手的弱点，还敢断言对方在关键时刻的行为模式，这得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万一人家事出反常，不按牌理出牌呢？在他为曹操所谋划的战役中，大都具有一定的冒险性。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郭嘉料事如神，不如说他在出险招、走钢丝。郭嘉的优点，除了对人性的精准分析，其实就是敢赌啊！
但这种赌徒性格，成功了就是神算，失败了就是鲁莽。幸好他死得早，历史没有给他这个犯错的机会。3. 应该有情报工作的暗中加持。发现没有，郭嘉每一次出谋划策，都不是去分析对方的军事部署、兵力分配和地形天气，而是更像一个心理医生，将对方主帅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一一剖析出来。那他又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呢？仅仅是靠他的聪明才智吗？如果说袁绍尚能理解啊，毕竟郭嘉曾经在袁绍的麾下效力。那吕布、孙策和刘表呢？特别是孙策，郭嘉跟他一生从未谋面，那他凭什么做出孙策轻率而不善于防备，以及他会被人刺杀的语言？难道郭嘉还是一个能掐会算的大仙儿吗？老曾更相信，在孙策身边有郭嘉的奸细长期埋伏。郭嘉可能有2个身份，不仅是谋士，还是一名特工啊，专门负责派人给曹操打探各种情报，安插各种奸细。这点很像汉初的陈平，谋士和特工2大身份傍身。如果真的是这样，郭嘉为什么能够成为曹操的心腹，就可以理解了。赤壁战败，曹操曾经慨叹：若奉孝在此，不至于死。有人说这是曹操在叹息缺少了郭嘉的计谋。在我看来，曹操在叹息缺少了郭嘉这样优秀的情报工作者。赤壁之战，曹操正是输在了情报方面。如果说重视情报分析的郭嘉仍在，黄盖的诈降或许不会成立了，而赤壁之战的走势或许也就变了个模样。赤壁之战的失败让曹操再次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公元207年，郭嘉在跟随曹操北征乌桓的行军中，因为气候恶劣，水土不服，再加上日夜疾行又操劳过度，从此一病不起，享年只有38岁。郭嘉去世后，曹操是悲痛万分啊！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曹操一生却数度为郭嘉落泪。据《三国志·郭嘉传》及裴松之的注解记载，曹操给朝廷上表，给荀彧写信，和其他人谈话，多次追忆郭嘉，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他说：奉孝年不满40，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11年，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跟我一起硬挺过来的，那都是千钧一发的惊险啊！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全靠他当机立断，鼎力欲成。这样一份情谊，叫人如何忘得了啊？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苍天啊，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曹操为什么多次要为郭嘉落泪？千百年来说法不一，你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在曹操的众多谋士中，郭嘉可以说是最懂曹操的，而曹操也是十分欣赏郭嘉。据说俩人的关系更像哥们儿，一起出行都同坐一辆马车，还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有人说曹操那么喜欢郭嘉，除了郭嘉的忠心和才华之外，某种程度上两个人臭味相投也是非常重要的。三国志里说啊，郭嘉是不治行俭，有人说生活不检点，具体怎么不检点，史书里没有提及。联系到郭嘉英年早逝，很有可能跟他长期酗酒、喜欢泡妞、作息不规律有关。其他大臣看不下去，曾经向曹操举报啊。曹操却说此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居之，不仅不罚他，反而更加重用他。为啥？因为曹操自己也不是啥正经人，他抢过别人的老婆，杀过救命恩人，跟郭嘉这种酒色之徒显然是意气相投啊。就像在职场上，老板喜欢的未必是能力最强的，而是最能陪他喝酒吹牛的。郭嘉的早逝对曹操而言确实是双重打击，情感上失去知己，工业上折损臂膀。郭嘉虽然只跟随了曹操短短11年时间，但那段时间是曹操事业的上升期，可谓凯歌高唱，捷报频传，成功的统一了北方。郭嘉一去世，曹操的军事成就便显得乏善可陈，在赤壁还差一点就被烧得焦头烂额。曹操事业受阻，也并非仅仅是因为没了郭嘉，但郭嘉的去世对于曹操确实是重大损失啊。因此曹操败退赤壁时，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死。可见曹操对郭嘉的喜欢与欣赏，那是发自肺腑的。郭嘉一死，更成了曹操心中永远的白月光。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曹操的身份，他是汉末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一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他吹捧郭嘉其实也有他的小九九，你知道吗？郭嘉死后，曹操追封他为真侯，还经常在大臣面前哭他，这个不是单纯的怀念。当时曹操正在篡汉，需要塑造自己重情义和爱人才的形象，郭嘉变成了最好的道具啊！就像老板在员工面前哭逝去的下属，说啊他是公司最棒的员工，其实既是对活着的员工表示不满，你们要学习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是在变相激励员工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们的。曹操这一手玩着相当溜，既显得自己有情有义，又能激励手下干活，是一举两得啊！显然曹操这个人特别会玩政治，吹捧郭嘉，痛悼郭嘉也是他的一步棋。每一次遭遇挫折，曹操就会越发怀念与郭嘉在一起的日子，特别是赤壁战败，曹操落荒而逃。此刻这位曹丞相又故伎重演，在众人面前提起了郭嘉，奉孝要是还活着，我就不会走这一步臭棋。听得手下一堆谋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话看的是夸郭嘉，其实是在甩锅给活着的谋士，意思就是不是我不行，是你们这帮废物不如郭嘉。有人感慨，郭嘉如果不是英年早逝，赤壁大战谁胜谁负尚未可知呢。可我却偏偏认为郭嘉38岁就死了，这反倒成了他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么说？你看这个曹操手下的谋士啊，荀彧活了50岁，最后被曹操逼死；程昱活了80岁，晚年被人举报谋反；贾诩活了77岁，虽然善终，但也有过决策失误。唯独郭嘉在最风光的时候去世，没经历过败仗，没被老板猜忌，完美的就像一个神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三国迷当中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叫郭嘉不死，卧龙不出啊。意思是说，郭嘉若不死，被誉为卧龙的诸葛亮还得继续在家宅着。为什么要将两人这么刻意的进行比较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建安12年，公元207年，对于三国时期两大巨头刘备和曹操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啊。就在这一年，曹操最欣赏的谋士郭嘉不幸病故，不久曹操兵败赤壁，统一中国的步伐受阻，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而也在这一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从此刘备的事业开始进入快车道。原先一直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刘备，终于有了立足之地，逐渐跟曹操和孙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就是说，公元207年，38岁的郭嘉去世了，26岁的诸葛亮出山了，历史的轨迹开始拐弯。不得不承认啊，郭嘉和诸葛亮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他们都是少年天才，出山的时候都只有26、7岁，郭嘉是27岁，诸葛亮是26岁，但思想和谋略都已经相当的成熟。第二，他们都会选老板。在大家认为袁绍是绩优股时，郭嘉却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成绩优股。第三，他们都谋功为高。郭嘉帮助曹操统一了北部中国，诸葛亮帮助刘备实现了三国鼎立，他们都分别是曹刘两大阵营的第一谋士。当然，他们的忠心耿耿、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一样的。于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争议千古的话题产生了：郭嘉和诸葛亮到底谁才是三国第一智者呢？网上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过。喜欢郭嘉的人奉他为三国鬼才，坚信郭嘉不死，卧龙不出，觉得若不是郭嘉英年早逝，诸葛亮根本没机会出山扬名，曹魏早就一统天下。偏爱诸葛亮的人推崇他为千古一相，鞠躬尽瘁，治绝天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是无人能够超越的顶级完人啊。实事求是的讲，把郭嘉和诸葛亮放在一起比较是毫无道理可言，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啊，郭嘉和诸葛亮出道的时间不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任何的交集。郭嘉投奔曹操，正是跻身曹魏核心谋士团，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而当时诸葛亮隐居隆中，潜心求学，不过是一介默默无闻的布衣书生。彼时的两人从来没有任何对峙、交锋、博弈的机会，只是郭嘉病逝和诸葛亮出山两件事恰好发生在同一年，公元207年。
仅仅是因为纯粹的时间巧合，和谁忌惮谁，谁避让谁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后世文人写演义、评评书，为了增加三国故事的戏剧性和宿命感，刻意将两件事绑定，杜撰出郭嘉不死、卧龙不出的噱头，久而久之就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历史事实。其次，俩人各有所长，赛道不同，根本是无从较量。郭嘉在曹操帐下11载，定位一直很清晰，军事参谋，擅长临阵献策。诸葛亮虽然一开始也是刘备的谋士，但更像政治家和战略家，擅长制定长远规划和治国理政。隆中对里，他一上来就给刘备规划了割据一方、三足鼎立的总体方针。如果把郭嘉比喻成曹操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尖刀，他是极致的战术天才，擅长看穿人、堵机遇、出奇招。诸葛亮则是蜀汉政权最稳固的基石，他是全能的立国栋梁，擅长定格局、建体系、稳根基。如果单纯比军事谋略，郭嘉自然是更胜一筹啊。因为《三国志》陈寿曾经评价诸葛亮智柔为长，奇谋为短，理明之干优于将略。但郭嘉这辈子没管过后勤，没治理过地方，也没带过兵，而诸葛亮不仅能打仗，还能搞屯田，发明木牛流马，治理蜀国，把刘备死后一个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如果说郭嘉更像张良，诸葛亮则是汉初三杰张良、萧何跟韩信的三位一体啊。最近大家都在看世界杯足球赛如果把他们比喻成球星，郭嘉更像一名出色的前锋，类似姆巴佩，而诸葛亮更似中场的角色就像齐达内。他们没有谁更强谁更弱，只是各有所长，各尽其功，各成传奇。郭嘉评价高，只是恰好郭嘉死得早，回忆让曹操更加美化了两人相处的时光。所以说郭嘉牛，他确实牛，但还不至于牛到独步天下。至少曹操军中就有好几个郭嘉式的大谋士，比如荀彧、荀攸、贾诩和程昱。如果郭嘉晚死20年，他给曹操出的计策会不会有失算的时候？他会不会功高盖主，威胁到曹操的利益，以至于曹操对他态度来个180度大转弯？那还真不好说。争议人物重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解密真相。咱们下周再见。